美国呢号称想保护全世界，但实际上呢，连自家的富人他也保护不了。最近呢，蕾哈娜家不就出了枪击案了吗？各位早上、中午、半夜企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五人。这几天我们都在关注这个伊朗的局势啊，但是我们发现啊，这个美国还真挺有意思的，明明自家后院的安全都保证不了，还要出去呢当世界警察。换10年前我都不信，堂堂美利坚，朝朝灯塔国，文明彼岸啊，连最富的人都要吃枪子了。不过呢，自从多上了几天网，我也就见怪不怪了啊。只不过呢，这件事儿还是有点过于离谱了。身价10几亿的超级天后啊，在全美最顶级的富人区，都差点被一把半自动步枪给当场送走。美国人的安全反正啊就是个笑话。2026年3月8号那个周末的下午，蕾哈娜和 AP Rocky 在洛杉矶比弗利山庄的豪宅里面，直接被人当成了实弹射击场的活靶子。大白天下午1点20分，一辆白色特斯拉大摇大摆的停到了豪宅街的对面，车里面坐着一个35岁的佛罗里达女子啊，摇下车窗，端起枪就是一通扫射，简直嚣张到了极点啊！这个女的呢，一口气扣下了10次扳机，子弹呢直接把外头大铁门打出了5、6个窟窿啊，甚至有一发子弹呢当场穿透了别墅外墙结构。案发的时候，蕾哈娜、Rocky 还有他们家 RZA 和 Rocky 的这3个不到4岁的孩子，全都在屋里躲着没出门，全都在屋里待着没出门啊！洛杉矶警察啊，平时吹的是神乎其神呐，这个时候倒是出动了直升机和地面特警，结果呢，人家女枪手早就沿着冷水峡谷大道开车跑没影了，一直到半个多小时后，这姐们才在8英里外的一个购物中心停车场被按在地上了。警察还在车里搜出了步枪和弹壳，这也总算给警察挽回了一点面子啊。说白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偶发事件啊，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针对名流的精准武装猎杀行动，嫌疑人绝对早有预谋。这个女的叫伊万娜·利塞特·奥尔蒂斯，是个典型的狂热追踪狂啊。被捕后呢，法官直接就开出了1025万美元的天价保释金。你往深了挖就会发现啊，这个女的呢，去年10月还跑到佛罗里达法院，莫名其妙的申请了一份针对另一位顶流女歌手碧蕾的紧急保护令，脑回路她就非常的清奇啊。说到这儿，你肯定还想问啊，比弗利山庄那些号称无坚不摧的1000万级豪宅监控和报警系统，难道都是摆设吗？事实看呢，还真是啊。这么多的高科技的红外线探头和车牌识别系统，防翻墙偷外卖的小毛贼还行啊，遇到这种隔着一条街直接用步枪开火的袭击，立马就变成了瞎子啊。蕾哈娜这套房子挂在一个名为伊万的信托基金名下，周边呢全是24小时巡逻的私人保镖啊。在安保的业内呢，有个词儿叫弹道防御。现在呢，这些美国大明星买的房子，光装防盗门早就没用了，必须给临街那面墙上安上凯夫拉防弹装甲，就跟修碉堡一样。你看人家 Dr. Dre 当年花了4000万美元买下豪宅后，直接就在房子周边挖了一条货真价实的护城河。有钱人的世界啊，他们的安保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想象。还有阿汤哥啊，汤姆克鲁斯就更狠了，直接花重金雇了退役的 SWAT 特警当狙击手，天天在自己家的制高点架着枪警戒啊。金卡戴珊自从在巴黎被枪指着头抢劫之后，在自家那个价值6000万美金的豪宅车库门口，直接就建了一个24小时有人值守的安全舱，真可谓是一朝被蛇给咬怕了。不过如果连这些雇得起海豹突击队退役老兵的顶流们都要把家修成诺曼底登陆的防御工事，你让老百姓怎么活呢？所以美国安全啊，就是个伪命题。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你猜网上粉丝都在干嘛呢？评论区里啊，我看了一下就非常的魔幻啊。大家刚开始呢，确实在刷
哎呦，希望孩子没事儿。但是过了2分钟，话题就彻底跑偏了，八卦之魂熊熊燃烧啊！因为蕾哈娜整整8年没有发新专辑了，大家都在等那张传说中的 R9， 结果几声枪响，直接把粉丝催更的焦虑全给打出来了。有的粉丝在社交媒体上大声疾呼啊，赶紧保护好自己，顺便问句，咱们那个 R9 到底什么时候能出啊？甚至呢，还有人在推特上开地狱玩笑啊，说这个开特斯拉的女杀手绝对是个等专辑等到精神崩溃的极端狂热粉丝，这脑洞大开的确实离谱啊。不过呢，这也反映出一个非常尴尬的商业逻辑啊，在网上的热烈讨论里，有 67.7% 的人其实是在惋惜他停滞不前的音乐事业，以为他的商业帝国。可是呢，人家蕾哈娜的美妆帝国一年能狂赚6个亿的美金，超级碗的中场秀都要掏出个粉饼补妆啊！出专辑对他来说真的就是做慈善了，副业早就变成真主业了，所以主业嘛，哎，能拖就拖吧。但是说真的啊，这几枪可能真的会把他逼回录音棚啊，毕竟经历了生死劫难，总得写2首歌压压惊，对吧？危险有时候确实也能变成灵感。看完了网上的段子呢，但是还是要回归现实的。美国这个自由美利坚，枪击每一天可绝对不是一句玩笑话，那可真是血淋淋的现实啊！我们就把时间往前倒，就在2年前，也就是2024年7月13日，总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搞竞选集会，这安保级别够高了吧？特勤局都亲自下场了。一个叫克鲁克斯的小伙子轻松爬上了130米外的屋顶，趴在上面用一把 AR-15 半自动步枪瞄准了总统。这个杀手啊，甚至在案发前还大摇大摆的在 YouTube 著名的枪支推广频道里买了一件印着 logo 的 T 恤穿在身上。他爹多年前就合法买下了这把 AR-15 半自动步枪。这小子拿着亲爹的枪，装上红点瞄准镜，开着载满炸弹原料的车就去了现场。关键是现场就没人查得出其中是有问题的。当时特朗普呢就在台上讲着非法移民的数据图表啊，刚把头往这边一歪，3发子弹就贴着脑门就飞过去了。这小子连开8枪，子弹擦着特朗普右耳朵飞出去，把旁边一个无辜的50岁前消防队长直接就爆头了。堂堂美国特勤局啊，每年安保预算得上亿美金了吧？竟然把距离演讲台只有100多米的一个大楼屋顶给漏掉了，这种失误真是可笑又不可原谅啊！再看看纽约吧，2022年8月，著名的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在讲台上准备演讲，众目睽睽之下，一个戴着黑口罩的凶手直接就冲上台，这可是纽约州西部的消脱跨机构啊！听讲座的人都是些文化人。按理说这应该是美国最安全的地方了吧？现实就是这么讽刺啊！这个杀手叫马塔尔啊，就穿着一身黑衣服，戴了个黑口罩，像个幽灵一样混在人群里。安保人员呢，愣是连个指甲盖的危险都没有闻出来啊！他拿着一把10英寸长的尖刀，对着这位70多岁的老人是连捅10多刀啊！拉什迪的右眼直接就被刺瞎了，手臂的神经也被彻底切断了。杀手大摇大摆地跨进这些号称严密的安保防线里，拉什迪在法庭上拖着残疾的手臂控诉，这老头整整住院抢救了17天啊，历经漫长的康复训练才能勉强重新下地走路。拉什迪对着陪审团这么说，当时他自己看着满地的鲜血和自己染红的衣服，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今天肯定玩完了。这种恐惧谁能懂啊？还有一个事儿呢，是洛杉矶音乐圈里的真事啊。著名厂牌的联合创始人的 Weeknd 的经纪人 Cash 住在价值1190万美金的超级豪宅里，监控探头那是密如蛛网啊。那谁能想到呢？有一天凌晨2点半会有杀手端着枪来敲门呢？这3个歹徒上门的时候呢，他雇的37岁的保安正坐在岗亭里值班，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挨了好几发子弹，直接倒了啊。洛杉矶警察接到报警后也是一头雾水啊，现在都没查出这3个枪手到底是从哪个石头缝里给蹦出来的。说完早些年的这个案例啊，再把视线拉回到蕾哈娜身上，
这姐们儿其实他不是第一次感受这种近在咫尺的真实死亡威胁了。要说他命啊，也是真的苦啊。2018年5月呢，有个叫爱德华多·莱昂的变态，直接翻墙进了他位于好莱坞山的家里，甚至脱光了衣服在他床上躺了整整12小时。一直到蕾哈娜的助理第二天去家里探查，才发现这个企图性侵的疯子，并立刻报警了。到了同年9月份呢，这套房子是又进贼了。嫌疑人呢触发了警报之后，开着一辆银色的汽车是长扬而去啊。这个豪宅就感觉就快变成公共厕所了。更让人心酸的悲剧还在前面啊。2017年，蕾哈娜的亲表弟在巴巴多斯街头走着，被一个男人靠近连开数枪，他那个时候才刚刚21岁啊。表弟呢就这么死在抢救室里了。蕾哈娜当时在社交平台上悲痛欲绝地呼吁全社会停止这种无脑的枪支暴力。谁能想到仅仅几年之后，一模一样的枪击直接找上了他自己呢？历史的真相总是惊人的相似啊！看惯了这些惨剧，你就会明白一个让人不寒而栗却无法反驳的硬核道理啊！这美利坚呢就没有安全区，只要你兜里揣着几百美金，随便在路上找一个枪店或者二手黑市，就能买到一把突击步枪，门槛是低的令人发指啊！这些光鲜亮丽的富人区看似高不可攀，实际是脆弱不堪，一扇铁门根本挡不住那些对社会不满的极端分子啊！如果连前总统的特勤局保镖和亿万富翁的私人安全部队都防不住一颗从几百米外飞来的子弹，普通人只能自求多福了。这种极端的社会极化加上枪支泛滥，让整个美利坚变成一个随时会引爆的巨大火药桶。谁都不知道下一个挨枪子的会是哪个大倒霉蛋。每天呢，美国人都在玩这种俄罗斯轮盘，富豪们拼命建高墙挖护城河，歹徒们呢就干脆开着车隔着大马路用自动火器直接火力覆盖，那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欢迎点赞关注。如果有不同意见呢，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交流。我是五人，我们下期再见。